他也是一直在舞台上给我们最十足的能量，经常在生活中就路见不平一声吼。我们有请茁壮女孩嘻哈。谢谢，哎呀，节目都看了吗？好不好看？好看。我也觉得，节目非常好看啊，真的看得我激情澎湃的。那节目播出之后，我的生活也发生很多变化，就是收到了非常多的私信，我都有看，因为在座的应该有给我发过的吧？有。有一些很多啊，有很爱我的，表达了一些对我的喜欢，我非常开心。但看到一些也不好看的，有骂我的。我一天在家里，我就坐在沙发上，我就读私信。哎，其中有一条我就读得非常大声，我就在那读，我说：“嘻哈，你没有教养，你说话声音太大。”我都还没有任何反应，我爸从书房冲出来：“谁说你声音大？”我都吓一跳，我爸说：“你没有话筒，我都听不见。”我在那个沙发上掏耳朵，我突然觉得这个私信真的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，真的。既然都聊到这儿了嘛，那今天就来聊一聊我的爸爸啊。我的爸爸是一位人民教师啊，很多人听到这个职业就会很惊叹，但是大家真的不要惊叹，就怎么说？我有多不像空姐，他就有多不像老师。真的记忆非常深刻的是，有一次小时候小学我在被同学欺负，剪我的头发，我就还手嘛，我们两个人就互殴起来，结果就请家长了。对方家长一来，来势汹汹的直接问我爸：“你怎么教育的？”我爸说：“谁让你孩子剪我女儿的头发？”对方家长直接说：“剪你女儿头发，她又不痛。”我爸在说：“谁说不痛？她头发都死了，你看不见吗？”然后过来看了我一眼，抓着我剩下的发，你看，还有些没死透的还在哭。对方家长都惊呆了，没有想到我爸会共情头发，然后转过来回过神来，突然对他说了一句：“听说你还是老师，你怎么教育的他？”我爸的哭声戛然而止。当时他就叹了一口气，走出门外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就进来了，抬手看了一眼手表，对那个家长说：“哈哈，5点半了，老子下班了。”现在，老子只是一个父亲。真的很酷，对吧？当时对方家长说：“你燃什么？”我爸说：“我现在就把你儿子头发剃了，反正他也不会痛。”对方家长拖着小孩就跑了。我当时站在那觉得我爸好帅，我说：“我爸上班是李老师，下班是理发师。”而且那一次事情过了之后嘛，我就一直很想感谢他，就总想为他做点什么。就有一次放学回家了，我就乖乖在家把他的拖鞋摆好等他回家，但家里的小狗老是跑过去把鞋弄乱嘛，我实在没有办法，摆了好多次没有耐心了，最后就用502把他拖鞋粘好固定。爸爸回家一开门，看到门口摆着整整齐齐的拖鞋，热泪盈眶。穿上去的那一刻欣慰的笑了，迈出去的第一步门牙断了。他艰难的爬起来，开始张着血盆大口开始追我，特别像个密室的 NPC， 你知道吗？我俩隔着茶几在那周旋，眼看我马上就要被爸爸抓住了，我爷爷突然从房间里出来，对我张开双臂说：“过来，不要怕。”我一下扑进爷爷的怀里，那一瞬间安全感爆棚。1秒钟之后，我爷爷把我转了一个方向，对我爸说：“快点，抓住了，来！”但真的，尽管我那么调皮啊，我爸爸和我妈妈其实一直很支持我做我喜欢的事情。当年就是一意孤行的去当空姐，他们也很支持，也很开心。然后有一次他们去旅游的时候，就偷偷买了我飞的那一班航班，没有跟我说。我当时在飞机上看到我爸爸那一刻，我都吓到了。我爸给我眨了一下眼睛，我不敢说话。那个时候我刚飞，我太小了，我就回到工作间。起飞之后，他就找我要了一杯橙汁儿。我送到他手里，转身还没有走2步，突然就听到我爸用巨大的声音在客舱朗诵。他喝了一口，他说：“啊，
天哪！天哪，这个公司的橙汁太好喝了！这个空姐妹妹服务太好了，我以后只坐这个公司的飞机。哎，当时周围旅客都盯着我爸爸，以为橙汁的供应商来了。早知道他这么能广播，我就该给他统一春福焙茶。啊！我爸一拿着就这个牌子的茶太好喝了，3重焙火，口口生香。我以后只喝这个牌子的无糖茶。哎呀，没有想到我爸居然可以接商务了，真的。但记得这个就是小学的时候啊，但我这个性格，当时我们班上有个老师就会特别的针对我，他觉得女孩不应该这个性格，然后课堂上无论谁讲话，他都会认为是我，也不听我解释，直接让我滚到外面去站。我就特别不喜欢他。有一次他考试，我就故意交白卷，我想气死他。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哪里来的自信啊，可能我爸都比他先气死。老师让我把卷子带回家给我爸签字，我不敢，我就拿回家模仿我爸签字，最后还是被发现了。我爸爸过来直接把卷子拍在桌子上说滚过来，我当时就跪下了。我一边跪一边滚，就前滚翻。我边滚边承认我的所有错误。我说爸爸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气老师，再也不跪交白卷，再也不骗人了。因为这么翻滚到他面前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已经把所有的错误都主动承认完了。我爸低头看着我说：“你刚刚说的那些，我都能理解你，我不怪你，因为是你的老师针对你，你委屈，我都理解你。”我当时抬头盯着他，那么理解我，为什么让我滚呢？我不理解。我爸说：“呵呵，不理解是吧？我叫什么？”我当时抬头看了一眼我面前这个男人，我觉得又熟悉又陌生。我说你叫什么？他说站起来，把我的名字大声读出来。我说李学军，木子李，学习的学，军人的军。我爸说来过来，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写的什么字。我一过去，卷子上洋洋洒洒3个大字：李学车。我爸说：“我学车，我学什么车？你把我那个军字上面的土宝盖给我掀到哪去了？学敞篷车。”啊！怪不得我到你学校去，你们老师都喊我居哥。滚进去，把我的名字抄100遍。我当时就很不服嘛，抄的时候在100个学军里面藏了3个学车。后来那天加起来，我一共抄了400遍。前段时间朋友去我家啊，就跟我爸爸聊天嘛，就开始聊，就说叔叔，其实你不知道，其实我们一直都很羡慕嘻哈有您这样一个这么有趣又好的爸爸。我爸当时在旁边挺不好意思说，哪里好了？这不是一个爸爸正常该有的样子吗？我朋友听完，当时在旁边就说，嗓门确实挺大的。其实这次来之前，我压力也蛮大嘛，因为看了那么多不好的评论，加上又是半决赛。然后爸爸走之前跟我说：“你好好讲，不要去管那些不好的评论，有我和妈妈，你什么都不要怕。”我当时转过去盯着我爸爸，我说：“爸爸，原来你可以小声讲话。”我爸当时说：“当然啦，因为最好的脾气要留给你和妈妈。”谢谢爸爸，谢谢大家，我是嘻哈。谢谢嘻哈的表演，喜欢嘻哈表演的观众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倒计时最后3秒钟，请锁票。再次谢谢嘻哈。谢谢。哎呀，真的，这个听完这一篇就知道嘻哈之前那些性格、那些状态都是怎么来的了哈。我听说这个读稿会的时候，给这个我们的编剧演员都弄崩溃了，说怎么脱口秀行业有这么好的原生家庭。潇潇也是看的这个一直在鼓掌，一直在笑，是不是？我记得你也是第一个拍的。对，就是非常非常就是能感受到嘻哈的能量，然后我就是看完他，很想跟他做朋友的感觉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对，然后我也有看嘻哈之前的几期节目嘛，然后就是你也就是发了很多这种
尖锐的话。对，也不是，但是你发的这些声，就是大家都真的有听到，然后我也有看到很多，就是比如说航空公司或者什么的，也会就是有改善，比如说不穿高跟鞋了什么的，所以我觉得就是谢谢你的勇敢，谢谢，应该特别让人感动，就是家里特别好也能说脱口秀。怎么有那么一点点羡慕呢？没有，我倒还行。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出发，看到自己的家里人，也不一定每一个都是十全十美的，但就是这些优点和缺点，才造就了现在的我们，所以特别开心。然后我觉得以后还是得让那个伯伯多上那个飞机上多发声去。咱们现在发声不管用，他上去一说就管用，而且他还是一个细嗅蔷薇的人，在100个学军当中还是发现了3个学车，要不然不能又多写300遍。你也不能恨你爷爷吧，因为你爷爷一看表过5点半了，他说老子现在也只是一个父亲。对，真的，我爷爷奶奶爸爸都是老师，然后但他们都不是那种大家印象中的，然后从小也不会用教师子女这4个字，很多就会觉得你老师小孩你应该怎么，他们都没管我，就挺让我自由的那种感觉。非常让人羡慕，特别好。谢谢。其实我觉得今天嘻哈的这一段让我感觉到的是活灵活现的，而且你讲出了大家心目中想要的父亲的样子。为什么你今天可以有这个能力？其实是一路以来我觉得家庭的氛围给予你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和鼓励，然后以及培养出来的。所以我一直觉得一个好的父亲或者是一个好的长辈，他也要有一种能力，就是让我们敢跟他说真话的能力。我觉得你们的父女关系的这个相处方式，让我觉得非常的羡慕啊！谢谢。有一个词叫做本自具足，他就说一个人生来其实你该有的东西自己都有。就是我觉得嘻哈这个人呢，就是一个本自具足的具象化的表现，就是本来你什么都有，我充分的做自己就好。对。就是你看他上舞台，马上跟大家的互动放松，就是你会觉得他好像没有想要赢，他只是在展现自己。就是那种你想赢吗？也想赢，也想开心，想赢啊！嘻哈，我想问问你啊，就是比如说你节目播完之后，是你第一次面对那么锋利的批评吗？对，那么就是非常脏的话，第一次看到。然后我在家里念的时候，爸说：“你别回了，我去回。”他说：“你先把你的昵称改了再回吧。”那你看到那些会让你有不舒服的感受吗？刚开始会有，但是就那么一瞬间，但是我就过了。我觉得这个只是他们片面概念当中的我，他们也不是存在在我生命里的。我觉得他们也对我不重要。对，重要的是那些爱我的人和观众朋友们，还有我的父母，还有你们。对，就感觉每次听嘻哈脱口秀，你都会有一种他活得非常新的那种感觉，你会觉得天哪，人原来可以这么活着。这一点可能也比较像我父母，其实我父母都很好，而且其实我觉得他们真的足够爱，可能才会有我这个样子。因为我妈妈现在退休去上老年大学，我爸爸每天都会接送她，然后。对，然后我生下来，其实他们2个也会，因为爸爸妈妈喜欢跳舞，他们小时候去那种舞厅跳舞，然后觉得我太小了，不好把我放在家里，然后就把我一起带过去，但那个时候我非常小，他们让我在门口吧台下面睡觉，然后走的时候跳开心了，忘了把我接回去。第2天你已经全学会了是吗？但是耳朵也确实听不太清了，是吧？我说话声音这么大。所以嘻哈的原名叫李学武。一辈儿了。这个舞台上听过各种各样爸妈的故事，但是你的故事真的是又温馨又好笑。谢谢。有一个演员，他永远表现最佳，因为他的名字叫嘻哈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突然想表达，你懂这种感觉吧 ？Passion。说。那个也查查那个猴流感吧，我的天！再次谢谢嘻哈，谢谢，谢谢。那现在对于这场表现你是满意的吗？满意。为什么如此满意？因为我觉得把这个场子开得非常的好，然后我觉得我对这篇稿子也非常喜欢，我很想讲这篇内容，是时候讲这篇内容，然后我觉得观众也挺开心的听的。
其实我觉得我想跟大家说一下，我爸爸妈妈真的这么多年，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个东西，就是结婚真的不是谈恋爱的终止，而是谈恋爱的开始。哦，给了，给了。加油加油哈！我再加油。其实，在上节目之前，我就跟我爸妈说了，我知道一定会有一些不好的声音，我其实不怕看到或者听到，但是我怕的是我父母听到，他们会比较担心。所以我跟他们讲的是，如果你们看到了，你们就当作没看到，因为只要你们没看到，其实相当于他就没有伤害到你，不要往心里去就可以了。谢谢。非常好的开场表演，也是获得了我们气氛组的4票。我们都先不公布票数，请嘻哈先到我们的待定区入座。我们等第一个晋级结果产生的时候，再一一为大家揭晓。